人生如同一面镜子，你对他微笑，他也会对你微笑；你对他皱眉，他也会对你皱眉。这就是你想别人怎么对你，先要怎么对别人的深刻道理。在这个充满算计的时代，许多人只想索取而不愿付出，只想收获而不愿播种。他们不明白，真正的智慧是先付出再期待回报，而非先索取再考虑给予。叫花子为他人解答疑惑，却意外获得了财富与爱情。约翰医生在战场上救治敌军，多年后却因此得救。威廉关心工人福利，危机时刻工人们挺身而出。考古队常尊重逝者，最终因墓碑指引走出绝境。田中木匠对公益的执着，在地震中拯救了无数生命。这些故事告诉我们，善良从不会白白付出，它总会以各种方式回到你身边，就像回声一样，你向山谷喊什么，山谷就会回应什么。爱出者爱返，福往者福来。永远记住，你怎么对别人，别人就怎么对你。高素质的人，人帮人，帮来帮去帮自己，互相成就了彼此；素质一般的人，人比人，比来比去，气不顺心，生嫉妒恨；低素质的人，人整人，整来整去整自己，害人又害己。你想别人怎么对你，先要怎么对别人。有些人在做事情时，刚刚付出那么一点点，心里马上就想得到回报。一个人如果只考虑自己的利益，只知道接受，而在接受之后不懂得付出，结局将是不堪设想的。撒哈拉的故事。撒哈拉沙漠又被称为死亡之海，进入沙漠者的命运有去无回。直到1814年，一支考古队第一次打破了这个死亡魔咒。当时荒漠中随处可见逝者的骸骨，队长总让大家停下来，选择高地挖坑把骸骨掩埋起来，还用树枝或石块为他们竖个简易的墓碑。但是沙漠中骸骨实在太多，掩埋工作占用了大量时间。队员们抱怨，我们是来考古的，不是来替死人收尸的。但队长固执地说，每一堆白骨都曾是我们的同行，怎能忍心让他们沉尸荒野呢？约1个星期后，考古队在沙漠中发现了许多古人遗迹和足以震惊世界的文物。但当他们离开时，突然刮起风暴，几天几夜不见天日，接着指南针都失灵了，考古队完全迷失方向，食物和淡水开始匮乏。他们这才明白了为什么从前那些同行没能走出来。危难之时，队长突然说，不要绝望，我们来时在路上留下了路标。他们沿着来时一步一步掩埋骸骨竖起的墓碑，最终走出了死亡之海。田中老木匠。在日本京都，有一位名叫田中的老木匠，他一生都遵循一个原则，做每一件作品都如同为自己家人打造一般用心，即使客户看不到的地方，他也一丝不苟。徒弟们常抱怨他太较真，浪费时间，但他总是说，不是给别人看的，是给自己的良心看的。有一年，一场大地震袭击了京都，许多房屋倒塌，造成重大伤亡。然而，田中建造的房屋却几乎毫发无损，保护了里面的居民。地震后，政府组织专家调查抗震的建筑，发现田中的作品有一个共同特点，在常人看不到的结构中，他总是使用比要求更高质量的材料，采用更严格的工艺标准。正是这些多余的付出，在危急时刻挽救了无数生命。田中因此声名远播，晚年收到的订单远超他能完成的数量。更重要的是，他的理念影响了一代木匠，成为日本传统工艺精神的典范。临终前，田中对徒弟们说，人生最大的回报不是金钱和名声，而是知道自己的付出真正帮助了他人。这种满足感是世上最珍贵的财富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真正的匠人精神不是为了外在的认可，而是对自己良心的尊重。这种不计回报的付出，往往会在意想不到的时刻，以更大的方式回馈给我们。一个叫花子的故事。从前有一个叫花子，每天出门乞讨，他很想过正常人的生活，于是他把乞讨到的粮食积攒起来，
可是他积攒了好多年，他的粮仓还是只有1点米。一天夜里，他悄悄地躲在角落，果然，一只大老鼠半夜来偷吃他的粮食。他很气愤，大喊道：“富人家那么多粮食你不去吃，为什么偏偏偷吃我辛辛苦苦攒下的粮食？”没想到老鼠居然说话了：“以命里只有8分米，走遍天下不满生。”叫花子问老鼠这是为什么，老鼠对他说：“我也不知道，你去问佛祖好了。”于是叫花子决心要去西天问问佛祖，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才有如此命运。第二天他就出发了，他一路乞讨，早上赶到天黑才见到一户人家。他敲门，出来一个管家，问他有什么事。他说讨点饭吃。正好员外出来看见了，就问叫花子为什么这么晚了还在赶路。叫花子就说了他的命运，要去问佛祖一个明白。员外听了，赶紧把他请到屋里，拿了好多干粮和银子。叫花子不解，员外说他家女儿都16岁了，还不会说话，想请他去西天帮忙问问佛祖是什么原因。叫花子觉得反正都是去西天，就顺便帮帮他，问一下佛祖也好，于是答应了。又走了许多山路，叫花子看见一个庙，就进去讨水喝。只见一个老和尚拄着一根拐杖，很老但很有精神。老和尚给了他水喝，问他要到哪里去，叫花子说明去向。老和尚赶紧拉住他的手，说：“拜托你一定帮我去西天问问佛祖，我都修行了500多年了，按说早该升天了，为什么还飞不起来？”叫花子答应了这个老和尚。再往前走，又过了许多沟沟坎坎，叫花子来到一条大江边上，江里没有一条船。叫花子急了，这可怎么办？怎么过去？叫花子哭了起来，难道我的命就该这么苦吗？突然江里一个大龟浮出水面，老龟问叫花子在这里哭什么。叫花子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。老龟说：“我都修行了1000多年了，按说早该乘龙飞走了，为什么还是一个老龟？如果你去了西天能够帮我问问佛祖，我就把你拖到对面。”叫花子高兴地答应了。又走了不知多少天，却还没见到佛祖。西天按说早该到了呀，佛祖到底在哪里？叫花子很伤心，因为太累，迷迷糊糊睡着了。梦里佛祖出现了，佛祖问他：“你这么大老远来这里，一定是有什么很重要的事吧？”叫花子说：“是的，佛祖，我有几个问题想问佛祖。”佛祖说：“好啊，不过有个条件，你最多只能问3个问题。”叫花子答应了，心里想：我问哪几个问题呢？老龟修行了1000多年，很不容易，他的问题应该先问问。于是他问佛祖：“老龟修行了1000多年，为什么还没变成龙呢？”佛祖告诉他：“老龟是因为舍不得他那背上的龟壳。”叫花子心里琢磨：老和尚修行500多年了，很不容易，他的问题也应该问。于是他问佛祖：“老和尚修行了500年，为什么还没升天呢？”佛祖告诉他：“老和尚整天心里记挂着他的拐杖。”叫花子想，员外的女儿很可怜呐，不能说话怎么嫁出去呢？他的问题也应该问。于是叫花子问了第3个问题：“佛祖，员外的女儿为什么不能说话呢？”佛祖告诉他：“如果哑巴女孩见到他的心上人来了，就会说话了。”突然佛祖不见了，叫花子回过神来，哎呀，自己的问题还没问呢，算了，还是乞讨过日子吧。于是往回赶路。叫花子来到江边，见到老龟。老龟着急地问他。叫花子说：“你先把我渡过江去，我给你说。”老龟把叫花子渡了过去。叫花子问老龟：“是不是舍不得他那背上的龟壳？”老龟幡然醒悟，把龟壳脱了下来，送给叫花子，说：“这里面有24颗夜明珠，是无价之宝，对我已经是没有用处了，我把它送给你，谢谢你帮助我。”不久老龟就变成龙飞走了。叫花子拿着24颗夜明珠又往回赶路，来到山上见了老和尚。老和尚急着问叫花子。叫花子说：“是不是舍不得手里的拐杖？”老和尚一听，茅塞顿开，把宝贝拐杖送给了叫花子，然后马上就腾云飞走了。叫花子来到员外家门口，突然从里面跑出来一个姑娘，大声喊道：“问佛祖花的人回来了。”员外又惊又喜，
女儿竟然会说话了，于是员外把女儿嫁给了叫花子。你想别人怎么对你，先要怎么对别人。故事说完了，一无所有的叫花子最终也没能亲口向佛祖问清楚自己的命运，但所有的答案都在过程中。确实人生就是这样，爱人者人恒爱之，敬人者人恒敬之。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任何事物都可能成为因，也可能成为果，没有绝对的因，也没有绝对的果。人的一生都是在不断的付出与收获，有付出就必然会有所回报。人们常说一分耕耘一分收获，就是这个道理。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付出，但是好人终有好报，世界会惩罚那些自私的人，也会永远善待那些善良的人，并给予奖励。4. 南北战争的故人。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，有一位名叫约翰·汤普森的年轻军医。战争最激烈的时候，伤员如潮水般涌入战地医院，医疗物资极度匮乏。约翰不分敌我，尽己所能救治每一位伤员。有一次，他将自己仅剩的水和面包分给了一位重伤的敌军士兵，同事们都说他太傻，那是敌人，而且自己都快撑不下去了。约翰只是平静地说，在生死面前没有敌人，只有需要帮助的人。战争结束后，约翰回到家乡开了一家小诊所。不久，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席卷小镇，约翰也不幸感染，生命垂危。就在这时，一位陌生医生带着特效药出现在小镇上，日夜守护在约翰床前，最终救回了他的生命。当约翰醒来感谢这位恩人时，对方摘下帽子，露出了一道伤疤。还记得吗？南北战争时，你给了一个敌军士兵最后的水和面包，那个士兵是我。我发誓，如果能活下来，一定要报答你的恩情。约翰惊讶地看着这位曾经的敌人，明白了一个简单的道理：善良从不会白白付出，它总会以各种方式回到你身边。5. 特别的工厂主。在19世纪的英国，有一位名叫威廉·莫里斯的富商，他不同于当时的其他工厂主，特别关心工人的福利。他为工人建造了舒适的住房，提供公平的工资，甚至在工厂里设立了图书室，鼓励工人学习。当时的其他商人都嘲笑他，你这样做只会破产，工人不会感恩，只会得寸进尺。威廉却坚持己见，尊重他人才能赢得尊重。1875年，一场突如其来的经济危机席卷英国，许多工厂倒闭，工人失业。威廉的工厂也面临严重困境，几乎要关门大吉。就在这时，他的工人们自发组织起来，主动提出减薪，并利用休息时间帮助工厂开拓新市场。更令人惊讶的是，许多已经离开的老工人听闻消息后，纷纷回来支持威廉，有的甚至拿出积蓄投资工厂。在工人们的共同努力下，威廉的工厂不仅度过了危机，还比以前发展得更好。当记者问工人为什么愿意这样做时，一位老工人说，威廉先生一直把我们当人看，现在是我们回报他的时候了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真诚的尊重和关怀不仅能赢得他人的心，还能在危难时刻转化为强大的支持力量。这5个故事从不同角度诠释了同一个永恒的真理：你想别人怎么对你，先要怎么对别人。叫花子放弃了自己的问题，却帮助了他人，最终获得了财富与爱情。约翰医生在战场上不分敌我的救人，危难时刻得到了昔日敌人的救命之恩。威廉关爱工人，危机时刻工人们挺身而出，拯救了他的工厂。考古队长尊重逝者，正是这些墓碑指引他们走出了死亡之海。田中木匠对公益的执着，在地震中拯救了无数生命。这些故事告诉我们，生活中没有白费的善良，也没有毫无回报的付出。就像播种与收获的规律一样，你播下什么种子，就会收获什么果实。在这个浮躁的时代，很多人只想索取而不愿付出，只想收获而不愿播种。他们不明白，真正的智慧是先付出再期待回报，而非先索取再考虑给予。记住，
善良从不会白白付出，它总会以各种方式回到你身边，或许不会立即，或许不会以你期待的形式，但它一定会回来，就像回声一样，你向山谷喊什么，山谷就会回应什么。愿我们都能成为那个先付出的人，因为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收获真正丰盛的人生。爱出者爱返，福往者福来，这就是生活的真谛，也是幸福的秘密。